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诚意落选金鹰奖，失去流量还失去多样性。2026年6月30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2阶段投票名单正式公布。一个名字的缺席让社交平台炸了锅。诚意，他和主演的《长安24季》在第1轮投票中凭借高人气顺利入围，却在第2轮彻底从候选名单中消失。最佳男主角没有他，最佳电视剧也没有他，一时间意难平3个字挂满了评论区。这当然不是诚意第一次与主流奖项擦肩而过。从莲花楼里一人分饰两角的李香怡与李莲花，到底线中扎实现实的青年法官周易安，再到这部年度古装权谋剧《长安24季》，诚意用作品一步步夯实自己的演员路。数据不会说谎，《长安24季》播出后收视破2%，招商成绩创平台史关，甚至登陆 Netflix， 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可这些硬核成绩在第2轮投票面前突然失灵了。很多人不理解，一部观众用遥控器和点击率投票选出来的爆款剧，怎么连个提名都拿不到？答案藏在本届金鹰奖的评审新规里。规则变了，观众的声音还剩多少分量？第33届金鹰奖最大的变化是投票权重结构的彻底重塑。根据官方公开的评选机制，本届首次采用观众投票占40百分符号加中国视协会员投票占30百分符号加专家评审占30%的3方加权模式。表面上看，观众仍然掌握最大份额，但专业评审和视协会员合计60%的权重，实际上已经让民选退居次位。不仅如此，规则的细节设计也处处透露着防粉丝的意图。第1轮投票要求观众必须从203部参评作品中勾选18至54部才能提交。第2轮投票同样强制要求电视剧至少选9部，演员奖项至少选2人。全程不公开实时票数，每个手机号每阶段只能投1次。所有这些设置都在指向同一个目标：稀释粉丝集中刷票的能力。这套改革的背景并不难理解。回到2018年那场著名的水鹰奖风波，迪丽热巴凭借豆瓣评分仅4.2分的《漂亮的李慧珍》包揽观众喜爱女演员和最具人气女演员双奖，同期提名的却是孙俪、袁泉、樱桃等实力派。那一年，金鹰奖的公信力几乎被流量绑架4个字击穿。此后，金鹰奖一路脱水，取消金鹰女神，撤销人气水晶杯，设立以演技为核心的4大表演奖项，再到本届引入3方加权，每一步都走在去流量化的路上。问题是，当一个奖项的刹车踩得太猛，车会不会翻向另一个方向？从观众喜爱到评委偏爱，这把尺子准吗？看看本届金鹰奖的提名名单，一个鲜明的特征呼之欲出：主旋律和现实题材几乎承包了半壁江山。入围最佳女主角的热门人选里，宋佳凭借豆瓣9.6分的《山花烂漫时》饰演张桂梅校长成为头号种子，闫妮靠《小巷人家》等作品冲击3大奖大满贯。杨幂则凭借乡土年代剧《生万物》实现了从古偶女王到农妇角色的彻底转型。再看男演员赛道，胡歌、于和伟等间具有国民度和深厚演技的演员，构成了一道神仙打架的阵容。不可否认，这些演员和作品的质量确实过硬，但一个潜在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当评审标准过度向某种题材倾斜，那些不在安全区内的作品和演员，是否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有评论尖锐地指出，本届提名名单几乎看不到真正的黑马，入围的要么是业内公认的老戏骨，要么是主旋律常客，要么是平台力捧的中生代。
评审团打出的是一套安全排选，他们不会出错，不会引发争议，但也堵死了小众演员、类型剧演员的突围之路。更让人质疑的是，有位播剧仅凭预告片就获得了提名资格，而一些口碑极佳的小众现实题材作品却连门槛都没摸到。这真的是去流量化想要的公平吗？还是说，所谓的去流量，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筛选偏好，从谁红谁上变成了谁稳谁上？题材同质化，择优录取，还是圈子自嗨？另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题材的同质化。古装剧、悬疑剧、都市情感剧，这些曾经在金鹰奖上占据重要席位的类型，在本届提名中几乎集体隐身。莲花楼、苍兰诀等爆款古装剧，演员演技与作品热度都在线，却在提名中集体失语。成毅的《长安24记》作为一部制作精良、商业表现极为亮眼的古装权谋剧，全剧223个广告，41个合作品牌，优酷招商史观。这些商业数据在艺术评价体系中却被视为次要维度。不是说主旋律和现实题材不值得肯定，恰恰相反，他们值得最好的褒奖。但问题是，金鹰奖作为面向全体观众的国家级奖项，它的使命不应该只是服务某一种审美趣味。一个健康的奖项生态，理应包容多元的类型，探索古装的精良制作、悬疑的烧脑叙事、都市情感的现实关照。每一种都值得被看见。当评审标准变得单一，主旋律等于高价值成为默认规则时，那些在类型赛道上深耕的演员和创作者，他们的努力又该由谁来认可？有网友说得很直白，金鹰奖嘴上喊着回归观众喜爱，实际上早已脱离大众。观众投票虽占40%，但强制多选的规则让很多人为了凑数而盲目勾选，反而让大众意志被异化成一种程序上的形式主义。专家评审和世协会员的偏好成了真正的主导力量，而普通观众的声音被稀释在了复杂的规则迷宫里。成毅的困境不只是一个人的事。回到成毅的落选，这当然不只是一次粉丝意难平。客观地说，成毅也有自己的短板。他出圈的角色中，古装题材占比确实较高。从琉璃到莲花楼再到长安24记，观众对他的印象多少被框定。在某种破碎感的表演模式里，一个演员如果长期在同一种类型中打转，评委产生审美疲劳也是人之常情。但问题在于，奖项的评审标准是否应该因此全盘否定一个演员在古装赛道上的精进和突破？长安24记里的权谋叙事和层次丰富的表演，不是一句题材不对胃口就能抹杀的。更何况，成毅并非没有尝试过现实题材底线中的法官角色，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一次名单的取舍，当然无法概括一个演员长期的积淀与市场实际。但当评选机制本身存在结构性的偏好偏差时，被误伤的恐怕不会只有一个人。有媒体和网友也指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奖项评选不仅看作品质量，也受制于出品方资源、行业关系等非艺术因素。成毅及其团队在行业内没有强大的资本后台，在需要多方博弈的评奖过程中，本就处于不利位置。这或许不是本届金鹰奖独有的问题，但它确实被新规放大了。当专业评审的权重被抬高，而评审的标准和过程又不够透明时，谁能保证专业本身是公允的？去流量不是去多样性。金鹰奖的改革决心值得尊重。从2018年的信任危机到今天，他确实在努力找回自己的公信力。范伟、高叶等实力派演员获奖，不到场不给奖的旧规则被打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但去流量不应该是目的，
而应该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让奖项回归对作品和演技的尊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走向了评审单一化、题材同质化、观众声音边缘化的另一个极端，那这场改革的成效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理想的奖项应该像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行业的光彩。它既要有专业的判断力，也要有对大众审美的敬畏，既要尊重主旋律的社会价值，也要给类型探索留出空间。金鹰奖之所以是金鹰奖，正是因为它曾经是中国3大电视奖项中最有烟火气的那一个。它不完全是专家的奖，也不完全是国家的奖，它曾经是观众的奖。当规则越改越复杂，当门槛越提越高，当一部让几百万观众追更的年度爆款连提名都拿不到的时候，我们或许该停下来想一想，这到底是在筛选精品，还是在拒绝多样性？第33届金鹰奖的投票还在继续，颁奖典礼预计于2026年8月在湖南长沙举行，最终的结果还有待揭晓。但诚意的缺席不应该只是粉丝的意难平。当奖项的尺子越收越窄，被卡住的也许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这个行业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你怎么看金鹰奖的评审新规？是觉得去流量化有道理，还是觉得标准走偏了？